薛洋，也就是常氏灭门的凶手，在祠堂里撒了毒粉。魏婴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，蓝忘机也默默地如守护者一般站到了魏婴的身边。前辈，我们给你服用了清丹，不知前辈现在感受如何？虽说清丹食用对象是修士，普通练武者其身体应该也是能承受灵力运转的。挺好的，连老毛病都治好了。周云并不想就老毛病引出其他事情，于是转头就改了一个话题：你们打算如何处置薛洋？这事我和蓝湛商量过，薛洋现在是兰陵金氏的人，要想处置薛洋，最好是4大世家共同处置。兰陵金氏有陈家村炼尸厂的嫌疑，若贸然将他交给金宗主处理，怕是会不了了之。赤峰尊刚正不阿，可将此事告知。蓝忘机倒是想将此事告知兄长，可是陈村的经历提醒着他不能这么做。兄长向来待人和善，怕是这和善给了对方可乘之机。证据呢？凡事都讲究证据，而不能凭一家之言。周云看向蓝忘机质疑道，而后转身看向一身黑衣的魏婴，你现在是已死之人，只要你重回大众视野，所有的黑锅都会是你背。当初设计你的人现在地位远胜于前，你的存在只会让他们再一次设计陷害，其势力盘根错节，你真的遭得住第2次吗？薛洋这件事，魏婴不能插手。周云拍了拍袖口上的灰尘，断言道：确实，凡事都讲究证据。魏婴的共情术也只有魏婴能够使用，不可能成为证据。而且魏婴再次出现在仙门百家面前，怕是又要围剿魔头，将一切祸事推给魏婴。问灵术可以，问灵之下无谎话。蓝忘机思索片刻，尝试亡灵作证，那自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，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开了。你也不能参与，我若没记错，现在鬼修都传着姑苏蓝2公子爱慕夷陵老祖，试图将姑苏蓝氏拉下水。你那兄长忙着找你，怕也是因为此事。姑苏蓝氏在面对数量不明试图走轨道的家族中，想要继续保证家族安全与发展，确实挺难的。魏婴现在还是人人喊打的轨道老祖，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轨道衍生出来的。你护夷陵老祖那便是站在仙门百家对立面，而你又恰恰是蓝氏双臂之一，这个谣言对准的是谁？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谣言对准的是蓝家，是兄长。蓝忘机垂下眼眸，心里如同打翻了各种调味料，难受。只知道兄长当宗主忙碌，当从未想过那么难。要想还魏婴清白也恰恰在此，从未有清白者自证之说，这清白自是得设局者说。周云看着听得懵懵懂懂地两小只，眨了眨略微干涩的眼，这事你俩都别管了，自然会有人去管。谁啊？现在适合管这事的人选还有谁？这人呐，你们只要多听听茶馆说书的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周云踱步到一旁，似在看天上的云朵，要想这场子再大一些，光这2人可不够。在下小星辰，不知道有如何称呼？在下宋兰字子琛。修仙界之中可还有隐世不出的神仙人物？除了抱山散人，周云连忙给打了一个补丁。抱山散人的徒弟出了山门便不得回山，这种神仙人物怕是难请动。不曾听闻，周兄是想找能与4大世家抗衡之人。魏婴倒是想起了祖母所说的齐家，能让祖母那般信任，相信必有过人之处。是，小星辰道长和宋兰道长怕是应付不了那群老狐狸，只能解决一时，却解决不了真正的祸端。蓝忘机想起曾阅读过的书籍里记载，自5大世家先祖改革制度，部分世家不愿牵扯其中，便隐于世外。若这些世家还能绵延至今，其家运不可小视，或许可以与4大家族抗衡。魏婴看着苦思冥想地2人，前后思量许久，遂说道：我也在找隐世家族之人，目前得到的消息，宜秋有。宜秋？姓齐？周云试探性地问道。因为宜秋周云待了近1个月之久，当地数得上名号的家族都打听得一清二楚。宜秋最有钱的便是那齐家，无他，当地的几个钱庄都是他家开得。魏婴支愣了片刻，眼中快速闪过震惊、迷茫和狂喜几种情感，多种情感的交织让魏婴的脸庞格外精彩。周云知道自己猛中了，当然若不是齐家，也还有其他家族，总能有一个猛中。
只是一开头就猜中这运气委实好了些。周前辈，魏婴慌乱着喊人，努力镇定下来后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周云，仿佛在看什么绝世大宝贝。祖母的神魂可以唤醒了，我的家人，我终于可以有自己家人了。前辈，可有办法联系上其家人？魏婴此刻如同10几岁的孩子一般毛躁地走来走去。大哥聂怀桑哭丧着一张脸跟在聂明觉身后。聂明觉瞪了聂怀桑一眼，让聂怀桑将还未拖出口的话吞了回去，说道：“让你好好读书，非得钻到乱七八糟的书堆里，竟然连最基础的都不过关。”聂明觉本是带着聂怀桑前往兰陵的，但是霸下刀却对着另一方响起了强烈的震动感，迫使聂明觉不得不改道查明霸下刀异常的原因。